Hello，大家好。2023年冬天的时候呢，我做了一期视频，是讨论关于哈曼的彩色副片凤凰卷的使用的这个体验。然后时过1年半呢，哈曼这个凤凰卷呢，居然来到了第二代，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出二代。但实际上你仔细想想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在上一期视频当中会说过，它的第一代这个卷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实验室产品。它并没有很好的一个完成度，所以它会出现很多特别奇怪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这个对比度很高，颗粒非常粗，虽然它标称是200，但实际上它可用的 ISO 呢是125。当时呢，在市场上呢也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议和反响。那么时过1年半以后呢，哈曼它带来了它的第二代产品。拿到这个产品，打开这个包装的这个时候，我就突然会哇塞！因为上一代它是红颜色的一个包装，大家还记得是一个火凤凰。这次呢，它在这个包装上面呢，在后面呢，加了一个二代的这个痕迹啊，这个感觉是凤凰在用它的爪子在这个包装上抓了2道痕迹啊，然后整个包装呢就变成了蓝颜色。So，它和第一代产品有了非常大的这个包装上的外观上的不同，这是给我的第一个印象。那如果仅仅是包装颜色的不同，那为什么它要选择蓝颜色，而不是之前的那个很漂亮的那个红颜色？第二呢，这一代产品到底比上一代产品它不同在哪里？它改进了什么地方？于是呢，我就带着2个卷啊。那天呢，在高温酷暑的这个情况下呢，去静安寺逛了一圈，稍微拍了一下。拍了一下以后呢，回来把它冲洗出来。仔细的看了一下，首先我想把结论说在前面。第二代卷它的成熟度、它的完成度会更高，它更像一款标准的副片，但是呢，它还是保留了第一代的一些特点和特性，但是它也做了一些修正。首先最大的这个区别呢，我们来看这2代，一个红的，一个蓝的。
我把所有的照片给洗出来看了以后呢，我才会发现为什么它的这个包装是蓝颜色，是因为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冲洗的关系，还是那天，正好是大太阳底下，夏天的大太阳底下拍的这个情况，所以我拍出来的这个扫出来的这个色温呢，相对会比较高一点，会偏更冷一点。然后呢，我觉得恰好就符合了这个蓝颜色的这个包装的这个特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我觉得我应该在拍摄过程当中应该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然后和第一代一样，我的2个卷的这个冲洗呢，也是用拓海家的这个 CC1的这个配方来冲洗的，所以也应该是没有在药水配方上有多大的这个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无非就是一个是在冬天的大太阳底下拍，一个是在夏天的大太阳底下拍，那可能会有一些些的色温上的这个差异啊，这一点呢，请大家能够务必有理解。但是从总体上说，它出来的这个调子，在我这边呢，它显示出一个相对偏冷、偏蓝，就是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呢，是上一代的第一代的这个凤凰卷里面是没有的。那第一代的凤凰卷呢，它相对来说会偏暖一点。第二个感受呢，上一代的这个红颜色的这个凤凰卷，我上次在视频里也说了，它是对红颜色、对橙色有非常炸裂的这个表现，非常强烈的表现。它的这个红非常的浓郁，非常的吸引眼球。那么到了这一代以后呢，它肯定是改良了这个相对的它的这个配方，所以呢，在我拍红颜色和橙颜色的时候呢，它就没有上一代那么炸裂，而且它相对做了一些抑制，高光部分呢也是做了一些修正，它更强调了的这个颜色呢，相对色温会更高、更冷。第三点呢，是它和上一代相比呢，它还是有很高的对比度。不一样的地方呢，在于上一代的这个卷，基本上如果要想得到正常的这个影调的话呢，一般呢都会建议把它降到100，甚至于你可以降到64去拍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呢，这个卷呢，我这次是按200拍的，我觉得还可以。那实际上你如果稍微降一点点，比如说降到160或者125的话呢，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200是不像上一代那样有很炸裂的那种感觉，很离谱的那种感觉啊。现在两百呢是 OK 的，但是呢，它的这个颗粒度啊还是挺粗的，还是挺粗的。那比上一代要好一点，但是嗯，和其他的200度的这个卷相比呢，还是很粗的。暗部呢其实是有细节，但是总体观感上说也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粗的颗粒，相对比较高的对比的这么一个画面表现。在高光、在顺光、在大太阳就是光线很充足的这个情况下呢，颗粒感会少很多。只不过和上一次相比呢，我这次呢把那套 Xpan 第一代呢换成了富基的 TX1。那这台相机呢，其实和 Xpan 是一回事啊，是一回事。我上次把那台 Xpan 正好有朋友要，我就出给他了。但是我觉得还是 Xpan 是台好机器。然后呢，我发现 TX1呢它没有那么严重的掉漆，然后香槟色呢又非常的漂亮。找了一台很新的这个 TX1呢，把它又买了回来啊，然后正好那个，测试一下同样的这个在宽幅下的表现啊。这次它的底片呢，它不再是像第一代那样，就是把色罩洗得透透的，就是一种透明的片机。这一代的这个底片呢，它有了一种淡紫色的这个色罩。所以药水是一样的，但是呢，它不像第一代那么透明的话呢，它就怎么说呢？它还就是配方就是有了一些变化，然后呢，就回归更普通的那种卷。这一个卷呢，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正常一点，但是呢，它的色温呢，我这边出来的话呢，会更偏冷峻一点，这种风格非常冷峻。所以呢，这次拍下来呢，感觉就是
已经回归正常了，但是呢，嗯，少了一些上一代的那种个性啊。这是我想分享的关于这一代啊凤凰卷第二代的这个初步的这个拍摄的这个感受和体验。那我想说，不管怎么样，哈曼实验室他们还在继续坚持着自己的一个探索和创新，不断的去改良这个卷的这个配方，改善它的这个体验。我始终是认为这是件很好的一个事情。再加上最近国产的乐凯卷也已经准备上市了，我看了一下样片呢，也是很不错。嗯，真的是很感慨啊，在2025年，我们在大量拥有这个数码相机的这个状况下，还有厂商能够坚持在开发新品种的这个彩色负片、黑白负片，向这些厂商致敬，用好这个卷，用它创作出独具风格的这个影像作品，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点。好，对，关于这个哈曼这个凤凰二代的这个卷的粗浅的这个题呢，我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啊，以后有机会呢，我再多拍一点呢，再跟大家多聊一会儿啊。好，今天就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关注，再见。